干是，你知不知道今年对同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？不管呢是年终的联署，或者是即将要到来婚姻平权还有性平教育的公投票，尤其是呢在招起带领的这些人物就更为重要了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邀请婚姻平权大平台的吕欣洁，还有女力作者李屏瑶。首先，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吕欣洁。那我现在是婚姻平权大平台的总召集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屏瑶，我现在是婚姻平权大平台的故事实验室的故事采集人。他比你 run 的还要长，欢迎。据我们所知啊，两位非常用力的在推动同志运动，那你们可以稍微讲一下目前的工作，还有同志方面的推动是什么？我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婚姻平权在台湾的通过，很多同志权益相关的工作我都有接触。对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是我常常代表台湾去全世界演讲。屏瑶这边呢？我其实本来是在写小说跟采访的，因为这几年都很关心台湾现在的同志运动的现况，然后就在今年的公投的漩涡里面被网罗了，所以无法断开锁链，这样，所以现在都一直在进行各种故事的采访。对，我们邀请他们来帮我们记录这些故事。哇，很棒！据我们所知啊，欣洁你跟你的伴侣是台北第一对去注册登记同性伴侣的。那个其实是叫户政注记，我拿到一个公文，上面就写此公文不具法律效力，没有法律的效力，所以你不太会有具体的感受。那他现在有一个备注是写在户政系统下面，然后会写说我有同性伴侣，可是不是所有的行政系统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就要特别跟他们说。那跟配偶的法律定位就差很多。怎么是同婚？我觉得同婚的定义其实应该就是婚姻。如果到时候婚姻平权通过的话，同性恋能够做所有事情都应该要跟异性恋婚姻是对等的，而不是特别一个专法或者什么特别的条款。要有干你，他要完全平等。那为什么同志一定要去争取婚姻呢？因为我们是人呢，就是大家都一样啊，为什么你要刻意去说我否定你？那你要去，那你就要在一个法律里面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世界上只有婚姻，没有同性婚姻。那婚姻好不好？这见仁见智嘛。不是啊，就为什么是同志就不能有婚姻呢？只是要拿到我们该有的权益，并不是我们特地还要去争取什么东西。所有人都可以结婚，所以我们争取的不是一个特别的权利。我们是不是要告诉大家，年底有个公投，11月24号？请问这是什么投票呢？这其实是地方的大选，所谓的9合1大选。听说这次的公投非常艰难，要700万，对不对？700万是100%会赢。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希望可以募集100万不同意票名册，然后一个人要拉7票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公投，然后要怎么投。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？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有公投。第二步事情就是知道公投有什么？有几题？有10题。然后有几题跟同志跟性别相关？5题。另外5题是别的议题。那5题要怎么投？5题有点麻烦，因为它5题是有点像是陷阱题的一个选项，尤其是顾家盟那边提出爱家公投呢，他们的文字写的非常的模棱两可。他问你说你是不是赞成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嘛？你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但你没有想到背后有些东西被排除了，所以这次的公投其实就只有一个口号，我们要投2好3坏。2好3坏。那我比一个我创的5个公投，5个公投，3个不同意，3个不同意，3个不同意，2个同意，2个同意，幸福 OK， 幸福 OK，好像有点困难。来，5个公投，3个不同意，2个同意，幸福 OK， 耶！主要就是有平权公投跟爱家公投。爱家公投其实不爱家，它就是妨碍的爱。平权公投是有一群支持婚姻平权的好朋友发起的。平权公投就要投2个同意，爱家公投就要投3个不同意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们要去原户籍地去投票。要带身份证，要带身份证哦。还有个重点非常重要，重点，18岁就可以投公投，18就可以。对，你没办法回台湾，想尽办法跟你的亲朋好友说那天要去投票。如果你是20岁以上，你会先拿到市长啊、市议员，就是首长跟里长的票，投完了，接下来才是拿公投，会有2个阶段。会有2个阶段，所以你们不要走啊！如果是18岁到20岁，你就是直接去投公投。重点是一定要拨空去投票，不要好像事不关己。投票的时间是可以连续，还是它分上下午之类的？没有，它就一整天，8点到4点，就是你爱几点去就几点去，记得4点以前要去投完了。没错，就是11月24一定要到你的户籍，然后再鼓励大家一个人来
拉7个人去投票。是但是不是说你威胁人家？听说你们有示范假装你是一个不太想去投票的年轻人，设定你是同志好了。好 Action！我跟你说，10月24号我们一起回去投公投，好不好？啊，什么是公投啊？就是有一群人他不想让同志结婚，然后还有一群人很想让同志结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投2好3坏，然后一起回去投。可是我也没有想要结婚呢。可是有很多人想要结，我想要结，你帮帮我这个忙。哦，好。好，你太容易妥协了吧你？用一种帮朋友嘛的这种感觉。是，那你是异性恋，那我要出社会了。出社会了，出社会厌世。我知道也是一样同事。我们11月24号一起回去家里投公投，好不好？干嘛回去啊？关我屁事哦。很忙哎。对啊，可是那一天你们要干嘛？我跟你一起看电影啊，对对啊，我们一可是起看电影。投完也可以看呐，那我们一起看嘛，我请你们看，会选。不可以有对价关系啊。可以，不可以。所以以上我们是分享我们的小范例，如何温情的方式，不要用暴力哦。如果我们公投没有过的话，会怎么办呢？对因为这次条件应该是蛮严峻的吧？成功的条件是同意票要大于490万，然后同意票要大于不同意票。那如果爱家公投，也就是反同公投，如果通过的话，是同志有可能是不能结婚的。大家都以为我们好像可以结婚，但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公投的结果，对就不能结婚。还记不记得同志宪法修宪？其实那并不代表我们同婚已经过了哦，同婚能不能过就看今年的11月24号。还有另外一件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因为现在学校里面其实都可以教，比如说同志的故事啊，让大家更尊重、更包容。可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题目，学校不能教同志。所谓的爱家公投就是反同公投，它如果通过的话，以后如果邀请平遥去学校演讲，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讲同志的事情，就会被删掉。哇，这么严重？其实是因为在学校有好多老师愿意去教这个尊重同志，分享。以后如果都不能教，我很担心下一代的同志朋友会活得很辛苦，然后很多霸凌。最后我们还有什么样要注意？我觉得越接近公投，可能会有很多错误的资讯，例如说他们会捏造一些假的消息，抹黑，对，抹黑，对然后或者是跟人家说，哦，其实同志教育可能是教你变成同性恋。对，如果可以变成的话，对那我们现对在看着这个影片的人，对啊，我还记得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的魔对啊法？周遭应该有很多异性恋，为什么我们不会碰一下就变异性恋？真的也是很奇怪啊。大家可以追踪我们婚姻平权大平台的脸书，还有帮大家做很多的懒人包，你可以不用跟人家吵架，你可以就是轻转发轻的文章转发一篇。最后2位有没有什么样的话可以分享，或者再告诉我们的网友？为什么要出来投这个公投票？它其实包含了同志婚姻跟性别平等教育。我们做这些所有事情，其实可以让在一个遥远的乡下、遥远的城市里面，一个国中生、一个高中生做的所有事情，都只是要让他知道说，就是还有很多人在前面很努力的做的事情，没错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所以每个人从自己开始，从周遭去沟通起，一人拉7票，年底大家投票见。 5个公投，3个不同意，2个同意，幸福 OK。OMG， 好像有点困难，来，repeat， 5个公投，3个不同意，不同意， 2个同意，同意，幸福 OK，耶！